就除非你有这样子的，像我们一样有很清晰的剧本，然后知道那边好像有搞头，然后相信自己的判断进去，不然的话，跳过跳过，就直接你以高雄来讲那你就直接买凤山，钱不够你就买凤山，你就买小港也不要就因为钱不够我就买个林园钱不够我就买到大寮，然后什么功课也没做。我跟你讲，你会不会赚钱？会，但是你赚的那个钱来，第一个周期不知道，第二个利润不知道，你运气好不好不知道，你是赚那运气的钱这个不 OK 啦。我们房地产这个都 open book 考试了，对不对？政府哪边要盖什么，不会说立刻盖都不跟你讲，都有公开资料你去读嘛。对，读久了你就知道。像大寮现在就是81期4地重划以及那个国道7号可能受益对啊这些东西都要等啊，都要等很久啊，对啊你与其要等这个，你不如先进蛋白。老远小的房子可以买吗？先说结论，可以但最好避开蛋壳区的老宅。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电梯大楼跟透天哪个好，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老远小可以买吗？先讲一下什么是老远小老就是买不起新房子，那你就买中古嘛然后中古可能屋龄都超过30这样远就是不拼蛋黄区嘛蛋白蛋壳到包装纸区这都行这都越买越远，对。小就是一房不一定要拼3房。好，直接讲结论老远小可不可以？可以但前提你还是要看地段，要看发展因为地段是这个阶段买屋的关键。如果你现在的手头银弹你就是不够，然后你又看到房市很热，那你就着急入场然后你算一算你手上的钱，你买得起，而是一间蛋壳区的老远小，那就变成说这间房子怎么样？会不会涨？会，涨得很慢，而且极难脱手先说前提，我们现在讲的蛋壳区是真的那种鸟不生蛋什么辉达、台积电都不会考虑来设厂的地方可能就是那种核1、核2、核3厂那附近这样那种地方的房子没有不好但是你就不要期待它能带给你多厉害的报酬你要知道为什么蛋壳区老宅不那么建议买蛋壳区老宅虽然也是老远小，但是它有个致命伤就是会买的人不多。在讲这个之前，我先解释一下。你也知道现在房市很热那为什么很热不是因为炒房而是因为这个基础就整个都在涨价，就原物料上涨，导致新房子变贵，间接中古就变得相对便宜，所以它就变得收敛向上，只是这样而已。而台湾现在的经济环境又非常的好股市破2万，你要怎么讲它经济不好，对不对？许多人赚钱买股票那也获利颇丰啦，然后就这样落袋为安然后就去买房子种种因素叠加之下，房市就这么热。而今年6月的中央银行理监事会议没有升息，也是因为他们判断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好了，我们回过头来讲也就是说现在会买房子的人都是觉得买房子自产的获利的机会比较高，他们才买的对啊，卖修配，你说什么我自住需求没有？现在买房子成交一堆都是要投资要自产的不然预售屋热潮怎么解释，对不对？那请问这些人会买哪边比较多？直接说答案，蛋白区因为建商盖房子先盖蛋白才盖蛋壳这不是我乱讲有新闻为证有新闻为证。你要说新闻也是唬烂的，好了，那就这样吧。好，总之这个标题叫做建商抢攻蛋白区，蛋黄区推案量递减，首季推案量达4665亿就这样那就蛋黄推案的成本真的很高，而且越好的地段要越晚盖这个是共识所以你蛋白蛋壳就是先盖，而各种公共建设也是一样你要去弄，你市政府你要去弄蛋黄区的公共建设很贵啊怎么处理啊？那个重划起来成本都非常的高，就是先弄蛋白蛋壳这样那也就是说你等蛋壳区的老宅，然后坐等房价起飞，这件事情不是不行，只是这件事情非常的难实现我现在讲是蛋壳然后是蛋白在发展在建设然后你在蛋壳这样好比较困难最后你要知道哪一种蛋壳区会涨会涨的蛋壳区通常只有一种就是你这个蛋壳旁边刚好有重大建设比方说高雄的大寮
我先说我没有叫你买哦，我只是刚好看到在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哦，而且我有一间那个大寮的房子卖掉哦，就这样，它有受贿。好，这字很多了哈，总之我念给你听，叫做受贿捷运局限大寮 OT1 站区后庄火车站与台88线快速道路的交通便捷优势，近年房价明显上涨哦，以及2021、2022都只有零星的新大楼交易记录，就这样哦。这种，你那高雄你看到大寮区，对不对？所以大寮你去买，要么你就是自己有需求，要么你工作在那边哦，要么你就是艺高人胆大哦，就这样。蛋壳区的困境就是这样，连新案子的交易都很零星哦，所以你的中古就不好卖，需求也比较低，因为大家都想这样越住越好。你那个蛋壳哦都是过渡了，都是人家买了蛋壳要过渡到蛋白，蛋白要过渡到蛋黄这样哦，小换大旧换新要换过去，所以你又买了蛋壳区的老宅，你想要换给下一手，会需要很多的时间，你卖都会比蛋白蛋黄都要卖多很久这样。如果你们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房仲哦，你就挑一间蛋壳区的老宅，然后问这个卖多久哦，基本上你就知道了哦。那他卖多久，你大概也是要卖多久哦。所以未来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我的建议是，还是想办法至少要进蛋白区，你不要真的进蛋壳区这样哦。那最顶的就是电梯3房平车哦，这 CP 值最高。预售买不起买中古吗？10年内买不起买20年吗？20年买不起买30年吗？不是就是这样嘛地段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老原小蛋壳啦这种东西可以买吗？我先跟你分享了什么是老原小老就中古远就远离市中心那小就1房或2房。我认为老原小的房子还是可以买但你要很注意地段跟那个都市计划。好的地段可以保证房价跟转手速度。那我也建议你说，蛋壳区这种东西还是最好不要你买蛋壳就算了，你还买很老的房子这个都不会是人家换屋主的首选因为现在建商的房子优先盖在哪里，也不是蛋壳也不是蛋黄，它就是盖蛋白，就是很多重化区那样。等蛋白盖完之后才有可能轮到蛋壳，就扩散出去。所以蛋壳区的涨幅，你要么要等，要么涨幅会比较小。而且大家都是想要越住越好，本来住在蛋壳区的人会想要去住蛋白区那你买蛋壳区的房子，到底谁要跟你买你们包装纸区的人会来跟你买塑胶袋区的人会来跟你买，所以你人就少嘛那你就很难卖，这样银行也不好贷，因为新建案的价格很少那所以如果你还是要买蛋壳区的老原小，不建议你可不可以买？答案是可以，但是不建议那可以的话，你还是捏一下，你上蛋白区蛋白区这样会比较稳健。最后我想问你，你有朋友住在蛋壳吗？有因为我有亲戚就是他要养鸡然后就住在一个就不会有下一个买方的地方养鸡养鸭还是什么的，对啊，也是有这种的。那你有朋友住在蛋壳区吗？那他对现在的房市向上有没有感觉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我也想知道对吧那记得订阅加按赞分享这支影片到你的关注房地产的群组里面去或是加入我频道的会员我都会在里面讲一些不是那么方便公开的房地产八卦讲八卦讲八卦。蛋壳区又老房子这种事情给艺高人胆大的人再去做就好了艺高人胆大的人再去做。老原小蛋壳区它房子也会涨，没错，但是它很不好卖，非常的不好卖这属于是过渡产品要赶快换手。然后度假宅这种东西就另外再说另外谈，那个东西需求什么的都不一样。比方说北部白沙湾那边不是有知名的鬼屋吗？叫海湾新城，拉完皮了，对不对？然后还是很便宜你也不要想说你去买那里，然后通勤到台北上班，太夸张了对，这不适合度假宅这种东西通常都在蛋壳不然什么水库旁边什么水库宅可以看水库的那种需求，我们不谈就那是额外的东西。我还是建议蛋壳区这种又是老房子，你也不要 FOMO 了你想说房地产那么热我手上就只有80万90万，我也只能买那种房子，然后你捏一下你就买，不要，你继续存你继续存，直接进蛋白跳过蛋壳区，因为蛋壳区真的是
你很容易被套啊，真的是很容易被套。那像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会买大寮，就是我们有看那个都市计划嘛，那时候，对啊，就除非你有这样子的，像我们一样有很清晰的剧本，然后知道那边好像有搞头，然后相信自己的判断进去，不然的话，跳过，就直接你以高雄来讲，那你就直接买凤山，钱不够你就买凤山，你就买小港，也不要就因为钱不够我就买个林园，钱不够我就买到大寮，然后什么功课也没做。我跟你讲，你会不会赚钱？会，但是你赚的那个钱来，第一个周期不知道，第二个利润不知道，你运气好不好不知道，你是赚这运气的钱这个不 OK 啦。我们房地产这个都 open book 考试了，对不对？政府哪边要盖什么，不会说立刻盖都不跟你讲，都有公开资料你去读嘛。对，读久了你就知道。像大寮现在就是81期4D 重划，以及那个国道7号可能收益，对啊，这些东西都要等啊，都要等很久啊，对啊，你与其要等这个，你不如先进蛋白。那蛋白就凤山嘛，你看凤山那个拉拉破的，不是跟你说2026就要开幕嘛，很棒啊，对啊，你在说他们头期款有差多少？没差多少啊，那你干嘛一定要去做这种高危险操作？没有必要啦，就这样。我会拍这集是因为有观众有问，然后就问一些人，因为他钱不够，就真的是跟我讲说他自备80，然后可不可以买？连那个什么湖内纳马夏都贴出来了不要你继续存直接进蛋白会理想非常的多就这样跟你分享。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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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
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